为什么近代再也没有出现像爱因斯坦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家？人类的科学发展是不是已经遇见了瓶颈？那么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出现像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集大成者啊？我先说答案啊。爱因斯坦是1879年出生的，1955年去世的，到今天差不多已经过去70年了。那么按时间来说，爱因斯坦离我们并不遥远。杨振宁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还拜访过爱因斯坦，杨老现在依然健在。所以说，上一次的科学革命的余热没有过去啊，它还在。爱因斯坦的光芒依旧照耀着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验证相对论的理论预测，但事实都证明了一点：爱因斯坦是对的，他和他的权威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所以说，下一次的科学革命其实还早嘛。在未来想要出现像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确实有点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对吧？好，那下面我们就详细的说下这个问题。其实人类的科学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易到难，从表象到本质的一个分阶段的不断推进的发展过程。在面临发展瓶颈的关键时刻，基本上都会出现一些特别重要的人物。这些人他总是能力挽狂澜，提出具有总结性、跨时代意义的理论，来推进科学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这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每个阶段中都会有无数的科学家为此奉献自己的智慧，他们通过努力一点一点为科学之塔搭建积木，最后一块积木往往是那些特别具有创造性的人完成的。这些人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科学家啊，比如开普勒、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啊。他们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正是因为他们是搭建最后一块积木的人，最后一块积木都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这就是为啥我们只记住了这些人的伟大，却忽视了很多科学家在前期所做的努力。但是没有前期漫长的努力，也不会有后来人的成功，对吧？所以说，我们自从爱因斯坦的革命之后，我们现在正处在了一个漫长的积累阶段。这个时期会出现很多的科学家，他们都在默默无闻的为科学之塔搭建积木，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所以才感觉这几十年来好像没有上世纪那么热闹，好像我们的科学没有发展，其实每天都在变化。更加重要的是，科学越往后发展肯定越难，积累的时间阶段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长。好，那下面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人类科学的发展过程。其实早期的科学发展对各个学科来说都是一片空白，相对容易做出成绩，有时只要一张纸一张笔就可以了。因为早期的科学理论都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总结，那么越往后发展就越复杂啊。比如说哥白尼1543年对地心说发起了挑战，提出了日心说，对吧？但其实这只是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观测总结，提出来的一个科学模型，它不需要任何先进的科学仪器啊，成本非常的低。如果哥白尼在1543年不发表天体运行论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还是会有人提出日心说的。因为地心说存在很多的瑕疵，除了复杂以外，它还解释不了行星逆行的现象，所以通过对天体的观测就很容易能够得到日心说模型。但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以后，并没有准确的解释行星运动的规律。那么时隔76年以后，开普勒在1619年就完成了他的行星运行三大定律，准确的为世人描述了太阳系行星的运动规律。那么至此，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模型最终才得以确立。那就现在看来，这么简单的一步人类竟然花了1个世纪的时间，其中蒂古布拉赫也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非常大的贡献。那么开普勒的发现也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归纳总结，并且他只是通过数学的方式准确地表达出了太阳系行星的运动规律。不过他没有解释一个本质问题行星为啥要绕着太阳运行。那么时隔68年以后牛顿1687年就提出了万有引力，完成了经典力学以及绝对时空观的建立，并且完美地解释了行星让太阳运行的本质原因，是因为太阳和行星之间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牛顿理论的提出完成了科学阶段性的发展，为经典力学搭建了最后一块积木。但牛顿的成功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干出来的在他之前还有伽利略、有开普勒、有笛卡尔这些人，他们都是牛顿口中的巨人，对吧？但牛顿的理论仍然只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科学的归纳和总结。就连牛顿本人都不认为引力是物体固有的属性他认为仅仅靠万有引力是不能把太阳系保持稳定的，背后一定有上帝之手的参与。那从以上就可以看出来，人类科学发展想要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前期要有很多的铺垫并不是随随便便过上几十年就可以出现一个特别牛的人，然后凭空提出一个跨时代的理论。那在牛顿的时代之后科学就进入了一个研究万物本质的一个阶段，不再是对自然现象的一个简单的归纳因此科学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更加漫长和缓慢的过程。
牛顿在有生之年也对光进行了研究，并且首次将光通过三棱镜进行了分解。不过，光到底是啥东西啊？那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自然界最大的一个本质问题。那在牛顿那个年代，由于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人类科技水平的局限，根本无法解释这个问题。那牛顿就说光是一种微粒，那惠更斯就认为光是一种波，两个人就因此争论了好几十年啊。牛顿最后凭借自己在科学界的威望获得了胜利，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人类对光的认识停滞不前。1801年，这已经到了19世纪了啊！托马斯杨通过双缝干涉实验证明了光是一种波，至此人类对光的认识又进了一步。1873年，麦克斯韦发表了《论电和磁》，这是继牛顿之后人类又一部跨时代的巨著。因为麦克斯韦为我们统一了电磁学和光学，并且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由于他计算出来的电磁波的速度和光速是一样的，人们才认识到，这光可能就是一种电磁波。那么时间到了20世纪初，对黑体辐射的研究以及对光电效应的发现，直接就导致了量子理论的发展。爱因斯坦认为光的能量是不连续的，存在最小的一份能量，称为光量子。至此人们才真正的认识到光的本质属性具有波粒爱向性啊。那么从人类对光的认识所花费的时间来看，以及众多科学家的努力啊，就可以看出来，任何科学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一个非常缓慢的积累的阶段，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缓慢的推进科学前沿。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物理本质问题的时候，这个想要前进那么一点点，更是异常的困难啊。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到引力本质的问题。现在看来，引力这个东西比光还要难理解。在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的3个世纪啊，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牛顿的引力是否正确啊。直到我们发现水星轨道异常的进动问题，人们才开始考虑是不是牛顿的引力存在瑕疵。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以光速不变和狭义相对性原理为基础，为我们统一了时空。1916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也解决了牛顿引力的这个问题啊，重新塑造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时空观，并且也解释了引力本质的问题，其实就是时空弯曲的结果。但是爱因斯坦的成功其实和牛顿是一样的，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的啊。比如这个麦克逊莫雷实验，就证明了以太不存在。洛连兹直接就推导出了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形式，弯曲时空的几何早就被数学家黎曼完成了，一直在那里静静的等待着有缘人啊。那么从人类了解引力本质的过程，我们更能深刻的体会到，科学发展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虽说我们平时总爱说人类科学发展异常的迅速，短短的几百年就可以上天入地了，但这个迅速，这个短短的几百年是相对于人类1万年的历史来说的。好，如果仔细看的话，人类的科学发展也是异常的艰辛啊。所以说，按照以往的规律来看，下次科学革命的时间真的还早啊。并且我前面也说了，科学越往前，越接近前沿就越困难。所以说，要想等下一个牛人出现啊，估计还得再过上几个世纪。好，我是理论科学，点亮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